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的行列。那我们这节我们带大家来谈谈国际局势。加入我们这节的来宾包括了退役中将帅化民帅将军午安，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我们的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好，大家平安。好，还有我们的前驻纽大使介文吉介大使午安佳琪午安，各位朋友午安。好，那我们今天要带大家一起来聊聊这国际局势。首先，我们来看看中美角力的部分。川普现在要到中国大陆去了。卢比欧说，美中关系已经达到了战略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讲到了，华府跟北京的关系现在已经达到某种战略稳定的状态，就是说双方都意识到美中之间发生了全面性的全球贸易战，将对双方乃至于全球造成了深刻伤害。那么，美国现在开始调查撤销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影响，可能还会提高中国的关税。这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说将启动调查，评估6年期间内撤销中国大陆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也就是俗称最惠国待遇的经济影响，可能会推升中国大陆输美商品的关税。那么现在呢，这个大陆出口了这些稀土短缺，包括了锂，包括了氦，那么呢，还有这个美航太半导体的稀土荒，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么业界人士甚至透露，已经有2家的供应商开始拒绝部分客户的订单了。那么报道指出，这一次短缺主要呢，就是因为这一类的稀土在这个稀土元素家族之中是比较冷门的，所以说平常大家可能也没听过，但是它在国防技术跟航太半导体扮演着非常吃重的角色。几乎都是由中国大陆来生产的，所以现在呢，大家都在关注这2个元素。只不过现在美国总统川普是不是自身难保了呢？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到10个月征收超过1300亿美元，企业要追讨，要求退款。川普关税现在已经掀起了一个诉讼潮，因为他的全球性关税措施生效10个月，征收至少1300亿美元的税款。相关的措施20号被美国最高法院来推翻，目前至少已经有1800家企业提起告诉，要求退款，每天都有新增的案件哦。所以《华尔街日报》就说了，包括了谁，像是好事多啊、固特异轮胎啊，还有邦诺书店，都已经在最高法院做出裁定之前就已经先提告了。而现在川普现在是不是自身难保？因为呢，之前不是有这个淫魔的档案，也就是爱普斯坦的备忘录里面，川普疑似性凌虐13岁女孩。那么现在联邦调查局2019年所进行的4次访谈，其中包含明确单位经证实的指控说，这川普曾经做过这样子的事情，所以现在外界都在关注。而现在川普却又杠上了影帝劳勃迪尼洛，为什么呢？劳勃迪尼洛在 Podcast 的节目里面就骂川普，他说大家一定要赶快团结起来，把他们赶走，让整个世界步入正轨。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在被川普毁掉，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有什么理由，根本是有病。那川普当然呢就不甘示弱了，就说精神错乱症的患者劳勃迪尼洛又一个病态而且疯癫的人，还认为他智商极低，对自己的言行毫无自觉，有些行为根本是严重的犯罪，两边交火，谁也不让谁。只不过我们等你看到的是，现在德国总理不是去访问中国吗？德国总理再用中文发文说，愿我们在马年一马当先，龙马精神，愿今年成为德中合作的发展之年。而呢，这个德国总理梅尔兹呢，也跑去参观了宇树科技。画面是怎么样？我们带你一起来看看这段画面。那么就是呢，这个德国总理梅尔兹呢，他们呢在现场看到他跟这个宇树的创始人一直在了解这个机器人零件的时候，他一边听取讲解，一边又拿起零件来看看，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相当的有兴趣去了解这个机器人的零件。好，那么呢，王欣欣回应了德国总理参观宇树，他说建立跟德国更多企业合作的窗口，这样的活动是建立了他们合作的窗口，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共同推动一些什么智能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契机。那么他说德国市场其实潜力很大，相信智能机器人跟 AI 产业良好的发展态势，对于呢整个行业发展，甚至对于全人类呢都有非常好的作用。那么德国总理呢后来也到杭州去见了一些企业，一张合照，有人就说了，透露出很多的讯息，就是这张合照。德国总理呢，他呢到了杭州去，那么有10家的中方企业一起吃午餐，从传统制造到网络科技，从新能源车到 AI，都有这份名单里面都可以看得到，几乎浓缩了中国产业
探索的轨迹，中德合作的新方向，也许你从这张照片就可以略知一二。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这个川普要到中国大陆去，那他们就突然就说战略已经进入到稳定的状态了。对，可是他的政府的一些举措都是互相矛盾的啦。比如说这个 ITC，如果取消中国的 PNT 啊，那中国的关税就会在40以上，很可能会到60哦。因为取消 PNT 啊，就是取消最惠国待遇嘛。对，那就是比照俄罗斯、伊朗跟北韩啊。你去想一想那个关税，所以 ITC 我不知道他现在提这个是要干什么。你川普要去访问大陆那你在后面放火。然后还有啊，比如说川普最近因为关税被人家看衰嘛，结果就那个商务部就说要针对6项工业制品做232调查，那个国安调查。对，结果那6项制品，中国都是最大的出口商。什么网络设备啊、电信设备啊、什么铸铁啊，我觉得他现在这个政府就是一团乱了。到底要干什么？那卢比奥讲这个，因为他知道川普现在在想这个。我觉得卢比奥一定是代表川普现在就在想这个，那就是要降低双方的冲突。那可是呢 ，ITC 说要取消中国的 PNT 啊，取消最惠国待遇，然后还要对6项中国最大的这个生产国要做232调查，我不知道你要干嘛，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干嘛。萝卜跟棒子。我觉得这个刚好看出川普现在对关税议题的慌乱。因为我觉得接下来民主党会出招的啦，比如说现在要求退税的公司已经超过1000家了。那民主党有一个参议员要提案，限川普要在180天内退完税。哇，就摆明了就给我搞到选前嘛。你如果不退，那些公司的员工就支持民主党啊，因为那员工很多啊。比如说第一个申请的是联邦快递，那有多少员工啊？那第二个叫 Costco， 对，那如果接下来沃尔玛还跟进呢，那有多少员工啊？所以我认为川普的关税非常不看好了。那而且大家已经开始做估计了，到7月24号满150天嘛，没有人认为会被延续了。所以我真的建议台湾政府这个案子暂时不要处理了，因为可能到724变成0啊。因为122条就撑不下去了。目前传出来的，因为参议院如果要延续，要60票，连共和党都有4个跳船，你怎么可能有60票？那更不要讲众议院了，因为年底要选举嘛。对，所以我认为是一团乱啊。那至于中国跟德国，其实这个是历史尽头啦，就是说你让一个以精密制造最有名的国家，然后指明要去看杭州的宇宙科技啊，这个坦白讲是，我真的知道这个新闻是有点意外这表示德国人认为确有参考之处啊，因为他带了30个企业家，那所有那个精密工业的老板都在现场所以今天我就看到有人在哭手了，说哎呀，德国这些企业家都被中国收买了，怎么没有说机器人造假？因为那是真的嘛，所以我觉得中德以前德国来中国大概都是在找市场，现在可能不是了，现在可能是希望做共同创新，会有技术合作，那搞不好会有共推产品，我觉得这个就是等于是中德要一起走向工业的另外一个阶段那我觉得德国大概也看到自己的短板所以要寻求更多空间来做合作，这样。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叶大使，大使你怎么看？美国总统川普现在是不是头可能有点痛了呢？对，他头痛的事非常多哦。不过川普这个人有的时候啊，虽然问题很多啊，他还是不断的在继续挑战。他可能个性就是好斗，如果没有这些斗争点的话，他可能会觉得生活太过于平淡。我最近在看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交易的艺术，他就把他一天的行程，它里面有把它这个列出来，那还是20年前哦，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在处理案子，而且都是大案子。然后不是跟人家争论准备跟人家打官司就是要怎么样整垮别人，然后呢，要不然就是要并购他自己的那个，比如说他自己现在这个海湖山庄，这个住宅，他很早就买了，大概20-30年前就买了。对，他当时这个海湖山庄，它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古迹，其实里面有很多名贵的建材，当时被一个基金会获得它的产权以后，他拿出来卖，结果人家出3000万美金，他给人家出1000万，结果呢，当然人家不卖给他。对，可是呢，他就锲而不舍。然后呢，最后那个公司那个基金会还最后居然卖给他了。所以就是说，他有很多这种奇遇，也就是说，这个产业当事人都买不到，结果他买到了。我想这也养成他好赌，愿意去怎么凹。然后去尝试的这种个性，也不放弃，不放弃。不过他有的时候就感觉上不是很像一个总统，他还在做他的这个生意。比如说他跟这个美国的影帝 Robert De Niro 这种斗嘴其实对他是很伤的。对，因为 W 也不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公民只是知名度也很高的。他跟他这样公然斗嘴，然后进行人身攻击，人家只会觉得这个总统。事实上好像没有什么风度，而且不能够虚心接受，而且没有度量，那不过川普是无所谓了，他反正就是这样子，就准备就这样靠这一招走遍天下了。我看他也不打算怎么样改变自己的方向了。不过他现在造成美国很多问题事实上的话，我们刚刚提到，比如说这个 Rubio 就说现在进入战略稳定，确实是不稳定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乙跟钪这2种金属来讲的话，稀土来讲的话，这个虽然它不是像钢铁煤石油天然气这些大商品这么重要，可是它是关键的原材料。它的重点在哪？我们就以这样稀土来讲，它是预防它是抗热的一种涂层。也就是说，你飞机的引擎。或者重要的这种机械的涡轮机，它的重要部分都要涂上这个乙的涂层，防止它过热。对，而且你要不是涂一次就好，你过一段时间你要再重新涂一次。要不然的话，很多金属到了1500度，到了1800度，它就融化了。它没有办法支撑那个热度。那你一定要靠这个乙这个稀土的涂层。那这个稀土涂层现在在美国人大量缺货了，它的这个价格因为价格已经涨了60%，可是这就是上一个月就涨了60%，它目前的价格跟过去1年前的价格是60%，是涨了69倍，所以这个稀土你看它稀缺的情形，所以你说在这个时候，川普能够不跟中国大陆保持战略稳定吗？这是被逼出来的。那我们来问一下帅将军，你又是怎么看呢？因为川普现在面临的这些危机很多，国内的危机，对，包含这个美债的危机、通货膨胀的危机、驱逐移民的危机，一大堆了危机。那他好像这10个锅子，他只有8个盖，这边要开了，他要去淹，那边开了，所以他的行为看起来比较慌乱。但是他一贯的手法就是刚刚讲的。你们前面讲，卢比欧跟川普都说现在已经到了战略稳定，事实上是很不稳定。但是呢，他为什么要透露出把你最惠国降低呢？这就是胡萝卜跟棒子嘛。胡萝卜是一再的向中国示好，我们要达成协定。但是你不示好的话，他后面的威胁就来了，棒子就是说关税了一大堆。对，中国大陆也不吭气了。
这刚刚介大使讲这2个稀土啊，他只讲了它的功能。你不晓得美国现在什么态势呢？因为这2个东西啊，是所有超高音速的火箭马达里面必须要的。哦，必须要的。好了，我们看看，川普不是要造大战舰吗？对。要。他不是要做 F-47的6代机吗？要。然后呢，他现在刚好碰到美军的大空窗期。什么叫大空窗期呢？你像空军来讲 ，B-35还算新的，是已经10年了。哦，10年，它的妥善率已经降到5成了，有一半飞机不能起来了。那个大黄蜂已经42年了，很老了。你开车能开到42年吗？对不对？那个 B-52啊，超过70岁了。所以他现在手上比较好一点的呢 ，B1、B2、F-22，这3个也是超高音速的。你反正超高音速，火箭马达一定是超高温嘛。你那个尾那个喷口那个地方，飞机没有飞到多快，喷口烧掉了。那就不行。对，所以这2个金属虽然是小小的2个部位，就好像你做菜里面没有盐巴，你怎么做？它现在就是关键，就少一个位。碰到美军刚好军武的东西大空窗，钱不够。对，军火公司从200间归并到现在只剩5间大的。哦，军工产业的工人200万，现在剩不到几十万。所以维修没有人，造船没有人，造飞机出问题。再加上这个原材料再缺的话，美军还要想号称世界第1军事强国的地位，因为我们已经看衰了。因为你没有要什么没什么，要什么没什么嘛，而且最主要是钱都没有嘛。对不对？所以美国最近又在追加国防预算，可是问题是，这个炒菜的盐巴没有啊，做出来不就淡而无味？那你就不要谈什么超高音速，什么 这个 B3、B6，这个爱国者3啊，这个标3、标6，你都不要做了嘛。现在刚好前面又碰到俄乌战场上用了很多，以色列的战场他用了很多，对，他的库存品已经快到底了，新的东西也做不出来。对，所以从现在开始到往后的10年，军武科技的对比。那美国注定是衰的，但我们不要高兴哦。我们现在跟他买的武器是什么？库存的库存。我担心的是这个，是那个东西花了大价钱买来不能用，这才是我们已经看到他问题了嘛。对，他已经跟人家调库存品了嘛，搞不好他跟他的友盟国家去调，那也不是摆了很久的东西。所以问题就是说，当下国民党要谈这个军售的问题，对，品质上是重点。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要带您看看美伊的局势发展。我们带您来看到的是美伊谈判新局，他们的谈判结束，阿曼的外长说取得了重大进展，而且在下周会在维也纳继续讨论。阿曼的外长巴德尔就讲到了美伊双方将与各自的领导人汇报谈判的进度，然后下个礼拜在维也纳举行和专家技术讨论。知情的人士就透露了会谈是以2种方式来进行，一个是间接，由巴德尔在双方之间传递讯息，另外一个就是美伊谈判代表直接来进行。只不过现在伊朗也发出了警告，这个人就是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他怎么说呢？带你一起来听听。اگر میز دیپلماسی رو انتخاب کنید که عزت ایرانی و منافع متقابل در آن رعایت بشه ما هم پشت اون میز اگر هم تصمیمتون این بود و وسط مذاکره به میز دیپلماسی که ایران و بمباران کنیم مثل گذشته بدون شک طعم مشت محکم ملت ایران و نیروهای دفاعی ما رو خواهید چشید
议长话说得很重，他说如果呢美国跟伊朗尊重双方共同利益的外交途径，那没问题，伊朗愿意坐在谈判桌前。但是如果美国故技重施，不好意思，伊朗将会重拳还击。那么现在美国跟伊朗呢第3轮的核会谈，伊朗的高官说可能会达成框架协议，但是还需要满足一个前提，只要华府呢把这个核议题跟非核议题分开处理，美伊就有机会达成一项框架协议。这轮的会谈气氛是紧绷而且严肃，美伊之间剩余的分歧还需要再缩小一点。只不过呢，现在美方是不是持续在施压伊朗呢？你看到的是，据报美军首支自杀式无人机部队已经就绪了。伊朗的外长就说，某些领域已经近乎达成共识。伊朗的外长阿拉奇就说了，双方的技术团队已针对制裁豁免以及核设施监管敏感的课题展开了深度的沟通。尽管还是有分歧了，但是在某些领域的立场已经是相当接近了。外交谈判的进行同时，五角大厦第1支操作自杀无人机的部队蝎子特遣队已经部署完毕，随时准备应付突发的军事需求。那么现在伊朗的核谈判，美国呢打算提一个强硬的要求，双航母已经持续驶向了中东去了。华尔街日报就说了，双方仍存在巨大的分歧，所以美军第2艘航空母舰林肯号已经往中东地区是往前驶入了。美纽制裁伊朗，限缩石油武器来源。美国、纽西兰呢分别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加强打击石油跟武器的走私网络，要来反制伊朗筹获资金发展核武跟飞弹，同时也对伊朗近期侵犯人权、持续危害区域秩序的行径传达反制的决心。那么，美国跟伊朗新一轮的谈判还没有达成协议 ，CIA 罕见用波斯语发文招募线人。你可以看到 CIA 的它的这个社群呢，它可以发布了波斯语的招募讯息，吸引伊朗人来成为内线，来帮美国人提供情报。现在被问到会不会支持伊朗，大陆的态度是什么呢？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说了，正在密切关注伊朗局势的发展。中方一贯主张透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反对国际关系中用一些威胁或是使用武力的行为。那现在古巴的情势也跟着升温了，尤其古巴拦截快艇击毙4个人，美国官员说至少1个人是美国公民。那么现在呢，造成了4个人死亡、6人受伤的事件，古巴当局说船上10个人策划用恐怖主义的渗透的行动，那么还说是对方先开火的，但美国官员就说了，这里面还包括1名美国公民，还有1名美国公民是受伤的状态。而现在呢，俄罗斯也警告，局势正在升级跟恶化当中。他说，古巴的局势呢，人道的问题先必须得获得解决，任何人都不应该制造障碍。古巴的副外交部长甚至讲说，美方愿就快艇事件进行合作调查。那么呢，现在古巴被美国断油，陷入了经济危机。美放宽禁运，要求古巴改革。美国宣布允许委内瑞拉向古巴规模有限的私企供应石油。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就说了，如果这些石油流向古巴的军方或者是政府，我们就会恢复制裁。古巴正在崩溃，必须要彻底改革，这是一个改善人民生活的唯一机会。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你怎么看现在美伊的局势发展呢？我觉得主要还是谈判牵涉到了这个双方的差异了。比如说伊朗实际上核武他已经让步了，他那个核浓缩60嘛，那他大概愿意降到20，可是问题是他要换解除经济制裁嘛。那美国说他要先看到，伊朗要求要同时，对，就是说卡在这种细节啦。然后第二个，比如说美国还要干涉伊朗的国防计划，他要求你要限缩导弹发展，那不能够在阿拉伯半岛继续搞民兵嘛？那伊朗怎么可能同意呢？你怎么可以干涉我的国防战略？对，所以我觉得有很多是，我觉得这个是外加的议题啦。因为事实上在2016年那个时候，奥巴马的时候，伊朗核协议就是讨论核武嘛。结果把退出核协议就是川普啊，第1任的时候。对。那个时候并没有去讲
那个伊朗的什么国防战略发展啊，所以你给人家新加了议题啊，那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啊，要你民主化啊，这也是新加的啊，所以我坦白讲，比如说什么要什么维也纳的技术谈判啊等等啊，那个大概都是针对核武的监测了，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大，真正的问题是你要不要干涉伊朗做政治改革啊，然后这个伊朗的军事的发展，你是管太多了啊。那现在美国要打也是下不了手啊，因为坦白讲，那个哈米尼啊，他的宗教领袖，他已经86岁了，接班梯队早就形成了。你杀了哈米尼也没用啊，除非你能够把革命卫队还有真女团全部杀光，根本做不到嘛。对，这个国家有多大，你知道吧？210万平方公里，它比伊拉克加阿富汗还要大。然后人口有9200万，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啦。就你即便你去炸啦，你的目标是什么？因为可能那个宗教领袖人也躲在地下，你也不一定炸得到。像几个礼拜前他不是炸核设施，就发现失败，没炸到，不然要不要再来炸一次？所以我觉得而且最近传出一些讯息。我觉得美国会有点紧张，因为我是今天看到这个消息啊，美国的那个 MQ-4C 那个非常高档的那个长期航行的无人机啊，那一架要6亿美金呢，掠夺在伊朗被打下来6亿，一架要6亿美金，一架叫做 MQ-4C Triton Drone。结果被打下来，然后美国谴责俄罗斯跟中国，这个有趣吧？这个意味着什么？可能防空导弹已经进去了，不然你怎么会被打下来？那个是可以长期飞行的，它在监测附近的状况嘛，对，就掉下来了。我觉得中国跟俄罗斯挺伊朗也蛮坚定的，所以我觉得，所以就是会考虑再三，下不了手，不然这个军事动员的规模已经非常惊人了啦，要打就打了啦。好，那我们持续来请教一下介大使，你又是怎么看目前的美伊局势，甚至是古巴的部分呢？美伊局势其实在就是说昨天之前，这个西方很多媒体啊，都报道了很多要打仗的这个讯息。对，甚至还说就是说啊，这个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可能会在1月26号先开打小打，然后1月26号看这个情况不好的话，就继续大打。那还有说这个美国的计划是什么？叫以色列先打，然后呢，借着以色列跟这个受到这个伊朗的还击用这个理由，美国再加入进去打。哇，这个媒体变成。这个写小说的，对，出版小说，那现在都没有实现，所以这里面中间有个过程啊，连川普都出来辟谣，为什么？因为又是美国的自由派媒体出来说，这个美国的军方非常不想打，觉得这打这场战争问题很多，只有川普老兄一个人坚持要打。哇，这个报道出来以后，过2天，川普自己上第一线去辟谣，他说这个就是个假新闻，胡说八道，说我们的军方很想打，就是我川皇我不愿意打，现在是我拦着不打，所以这场战争我觉得这个现在大家都是怎么讲呢？各有立场，美军也拦着不要打，美军也拦着不要打，他们联席会就讲了嘛，对，现在大家都怎么样？我觉得这媒体有很多人是怎么样？他是想要打，然后害川普，或者呢想要打害谁？那所以就变成这些报道都是有目的的不过现在我们看事实的状况，其实事实上，我今天听了这个伊朗外长接受印度媒体的访问对，他的立场非常清楚
他说我们没有要发展核武啊，对啊，对我根本就没有发展，我现在也没有发展。那我们现在60%风度的这个核燃料，我们可以交出来啊，我们可以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立场它是非常有弹性的。所以川普到最后在国会还讲说，哎呀，伊朗已经有这种什么这个打美国的这种这个长程导弹。伊朗说我们发展导弹以2000公里为原则，外长说我们是完全防卫性的，我们是保卫国土发展到这样射程的这个导弹，我们没有要再发展任何更长程的导弹，讲得很清楚啊。那还有就变成就是说，他说不过你美国要打的话，我是奉陪到底。他要提醒你们美国，你不要忘记去年6月你们刚开始打我们的时候，打了12天嘛。刚开始美国跟以色列提出的条件是无条件投降，可是我们撑住了，我们最后还加以反击。后来美国的立场变成无条件停火，所以他也警告美国不要轻举妄动。不过这场战争目前看起来的话，其实如果伊朗在核武器方面做了妥协的话，美国就应该师出无名了。美国因为从头到尾就认为伊朗那个核武器是大家的威胁。对，那伊朗现在说的这么明，如果说将来双方签了一个核武协议，限核武协议的话，那美国用什么理由来打伊朗呢？这就是一个大问号了。可是我们要持续来请教一下帅将军，你又是怎么看？尤其是现在古巴情势好像也是很紧张哦。其实2个礼拜以前我就预言，美国要用和谈找台阶下。问题在哪里呢？你把介大使刚刚讲的话，我们把它整合一下。美国军方为什么不打？你打不出个结果。对啊。什么叫结果呢？无条件投降是一个结果，做不做到？做不到。那你像俄罗斯，我至少占领一个领土，我把这4个州拿到，我就认为可以了。对。那你美国在伊朗能拿到什么？你搞了半天，航母、空军、导弹，对，这3样东西，航母也到现在目前只有2条，那个福特号被大便塞的没办法回去洗澡去了，对不对？对这么大的国家2条航母，在以前我们战时在讲 piece of cake， 根本打不出什么名堂。你打伊拉克都不止这个，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好，我调了很多空军到中东每一个机场，沙乌地了、亚塞拜然到处摆，结果这些国家讲，你在我国家的空军你不可以拿去打伊朗，因为毕竟大家都是回教国家嘛。好，这个优势也没有了，只剩下航母跟驱逐舰加起来11条，你的飞弹也只能把它炸烂，而且还不见得炸中目标。上一次已经这样子，反而美国没有办法接受。当这2000枚飞弹造成美军的伤亡、航母的伤，或者是舰的亡，对，霍姆兹海峡世界的油轮被打，这是美国没办法承受啊！你没打出个结果来，你只炸了几桶废墟。你说斩首，我是特种部队的，对，斩首你要用特种人员的话，你要怎么运进去？上次委内瑞拉很近啊，港口边上就进去了。伊朗里面你要1000公里，你空降啊，那飞机飞这么远，是早被人家防空飞弹打下来了。所以斩首除非用导弹炸，导弹炸还要掌握得很清楚，它在哪里，住在多深的地道里面，而且地下多深也不知道。所以说我总结一句话，就是打不出一个向美国人、向全世界交代我赢了。你怎么赢的？你没有个结果嘛，你只炸烂几栋房子嘛。那乌克兰被炸成这个样子，还没认输啊！何况你现在就2条航母 ，Tomahawk 这些飞弹，而且美国参本部你告诉他弹药不够哦，你打了3天以后就没有货了。所以我早就讲预判，川普现在是很尴尬，是不是和谈里面给他一个有面子的下台阶，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了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来关心东亚的局势。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这一节我们带大家来看一看我们邻近的国家日本现在的状况。首先，我们带您看到的是现在被大陆管制
高市早苗重磅表态了。高市早苗回应中国将20间日本实体列出口管制，说他完全不能接受。他说这些限制完全违背了国际惯例，令人无法接受。我们已经强烈抗议并要求撤回这样的措施。那么高市早苗称对日出口管制绝对无法容许。中国大陆怎么回应？中国的商务部就说了，对日出口管制措施目的是制止日本再军事化跟拥核的企图，完全正当、合理跟合法。那么现在日媒密集发声质疑高市早苗的经济政策，日本央行的前行长说通膨将进一步的恶化。日本经济新闻对于50名的经济学者进行调查显示，88%的学者们认为，高市早苗的消费税减税方案对日本经济负面影响更大。日本央行前行长就讲到了，如果持续宽松的财政跟货币政策，日本的通膨恐怕会更加的恶化下去。而我们带你看到的是，现在日本也陷入一个歧视风暴。这个画面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很多人都已经在网络上的社群平台先看到这段画面了。有一个家长呢带着小朋友要在日本的街头拍照，带秀一名女子呢，就是这名长发的妇人，是恶意的靠近，并且拿手肘去撞这名女童，把她撞飞。看起来好像是不小心，但其实你看她的慢动作，她根本就是刻意的。有网友在他的 Instagram 账号就分享了这样子的影片，而且这就出现在东京涩谷的街头。那么呢，这个蓝色大衣的女子呢，你可以看她的行进轨迹，原本就不会经过女童的，但是她刻意接近女童，然后她撞击她的女儿，导致她失去平衡跌倒。但是跌倒之后，你也没有回头说一句道歉都没有，就头也不回的迅速离开现场了。现在日本律师就说了，这样子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最重可能面临2年的监禁。那么日本居酒屋也贴 Google 翻译公告，写出中国游客不许进入。现在网友也批，这样子是不是也是另外一种歧视的动作呢？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中美军事角力现在也在菲律宾了吗？美菲在台湾周边的海域实施海上演习，日本自卫队也参加了。海上自卫队派出了 P3C 巡逻机跟菲军的飞机呢，实施了巡逻训练。日本政府相关人士介绍，这是自卫队首次派遣飞机参加菲律宾的海上合作活动。而东南亚最大的军演金色眼镜蛇现在在泰国启动了，日美共同强化区域合作，约有30个国家，大概是8000名的军人来参与。今年的演习呢，2月24号在中部的乌塔堡海军航空基地举行的开幕式，由泰国、美国联合主办，一直到3月6号，涵盖了陆海空、网络太空的领域，检验多国的协作能力。但是你可以看到呢，跟美国的福特级相比，卫星照曝光大陆的第一架航核母的新进度。新闻周刊报道，中国拥有全球船舰数量最多的海军，并以约美国的3倍的速度在打造主要的战舰。那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卫星显示，中方004型的航母正在辽宁省的大林造船厂来建造。国防分析师也越来越相信，这个新航母将采用核动力，这将赋予比前代传统动力航母更远的航程、续航力，甚至是持续的航运。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一下这高市早苗的抗议呢？高市早苗讲这种话，事实上一点作用都没有啊。我觉得表示他有点意料之外，所以才会表达这样的一个感受了。因为中国大陆做得蛮全面的，对，他不只对日本对那个军工产业相关的公司做制裁嘛，而且他对这个稀土了，甚至连那个我们说做切割的那个要硬化的那些材料，比如说金刚石啊，连那个都没有出口。所以这个日本也是很头痛啊。那有人去盘点啊，说那日本也可以制裁中国啊。可是日本如果要制裁中国，那中国都是它的最大的出口对象。那你怎么办？比如说它有一些比较机密的化学原料，等等啊。我觉得中国大概已经铁了心了啦，就是不只要阻止日本发展军工产业啊，而且要阻止日本用军工产业来带动经济，所以这个是一石两鸟啊。那这个撞人族啊，其实这个日本妇人她不是只撞台湾小孩啊，实际上有人连拍镜头，
他一路撞3个人，哦，可是这个小孩他撞的最用力，他还有撞另外一个小女生，对，然后还有撞一个男生啊。那日本的电视也在讨论这样的现象，撞人族，对，这个不是第一次发生。他说这个是日本最近几年因为分配恶化，那有一些人对自己的未来不抱希望了，然后对社会抱怨，这个就有点阶级下沉了。然后他就看到他不爽，就爆发成民粹的推挤啊，就是反社会的行为，男生女生都有，都有，而且也不是女生就不敢撞男生，都敢撞。那到目前为止，这个教授说可以关2年嘛，对，到现在没有任何案子被司法起诉，因为没有人会就赶快抓你啊，然后大家把他送就办，而且你还有证据，对不对？不是日本人不会这样做啦。哦，这个跟那个电车痴汉不一样，电车痴汉大家会把他抓着法办啊，那这种行为大家想说就算了，所以目前没有人被法办，可是日本电视台已经公开在讨论这个问题啊，那当然会选一个他仇视的对象了。那因为台湾的旅客也是讲中文啊，所以有人就怀疑了，是不是针对中国人？不知道，因为那个地方也蛮吵的，因为这个地方很多人都去过，我也去过啊，就涩谷那边，那是一个景点嘛，大家都会在那边拍照，对，可是就是说，因为现在中日关系非常紧张嘛，然后有个别的现象，就是日本人在表达不喜欢中国嘛，事实上连那个租屋啊，也有人特别贴公告，说不欢迎中国人入住等等一大堆啊，所以这种行为，其实他也不一定针对中国人啊，他也可能针对日本人自己啊，就是说这个现象已经有一阵子了，那基本上就是社会他个人发展的不好嘛，然后对社会做一种抱怨的动作，这样。好，那我们持续请教一下帅将军，你怎么看？我们在看东南亚的部分，你怎么看这一次的演习联合军演呢？这个菲律宾那个军演根本在军事上来讲是微不足道，因为来一架 P3C 的巡逻机，飞一下就过去了。下面的军舰呢是日本送给菲律宾的一条老旧的一个军舰，这种呢只能说例行的去走一走，没什么。但是泰国这个金色眼镜蛇是执行了很多年了，每年都有搞的，而且它也演出一点规模，就是说那3军联合的，包含卫星的啦，就换句话说，每个国家都希望能够参加别的国家或者参加自己国家的联合军演，对，因为这个是经验互相的交换，技术上的交流。跟军队感情上的一个互通。当年我跟美国 Kurt Campbell 也希望说我们能参加这个太平洋的军演。是。Kurt Campbell 说那个 Richard Bush 说太敏感，那我就要求是不是到欧洲你的军演我们派，因为我们送了大量的军官到美国读他的军事院校，读的都是军事的经典啊，或者是准则啦、技术手册。是。但是吃猪肉没看过猪走路啊。对不对？总要去参加一下，这就很难。所以你不要看啊，这个联合军演是有意义的。当年我们在没有断交以前，是中华民国跟美国有很多军演，这个军演里面就透过技术交流嘛、情感交流嘛，跟这个经验交换嘛，这是有用的。所以我讲泰国这个军演绝对比菲律宾那个有意义。菲律宾只是表达一下抗中而已。对。另外讲了，这个女孩子拿手去撞这个幼童啊，对，这种就是说心里有不满，她也不敢对壮汉来撞啊，壮汉回头一巴掌把你打趴了，所以这跟美国校园暴力是同样的一个事情，专门找这个好欺负的弱小的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怒，这个行为是非常阿 Q 的行为，所以不管有没有当事人起诉，日本都应该把这个事情当一件事情来办，因为这个牵涉到你国家人家对你这个人文素质的一个评价嘛，而且旅游也是一样嘛，对，对你观光事业都有帮那个。
另外就是日本面临的这个制裁啊，对所有军火工业的制裁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中国大陆的稀土都有查你流向的能力，就是它里面掺了不要什么东西，你流到商业用途，也许还可以让你出口。对，你想转移到军工上面去的话，马上就封锁就制裁。所以刚刚亮哥讲的很好，一石二鸟。你拿军火工业去带动民间的这个生产，这一招也把你打垮，而且还附带的对你的汽车工业造成很大的伤害。你这个永磁性的电池你就没办法获得。第二个就是打击你的这个军事扩张，因为我事先能够遏制住日本的军武发展呢，又免得将来中日打仗的时候要耗费更多的金钱、这个武器跟生命。那现在是消弭于无形，让你就是发展不起来。当你发展不起来，你就不敢挑衅跟做出许多动作。所以这种事情都是比较聪明的弥战的做法，就不让你能够发起一个对中国的一个威胁。就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了解。那我们持续来请教一下谢大使，你又是怎么看呢？因为这个我们台湾那个小女孩在涩谷那个十字路口被推倒的影片啊，我是昨天就看到了，看到很气愤。我看到那个日本的那个女士啊，她是壮年啊，哇，那么一个大人啊，她是恶意的，她是绕过去的，手肘把她这样子推倒。你看那个小女孩是飞出去哦，对，她不是摔跤啊，那非常大的力气，那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的。没错。那个女孩子，我觉得真的很天真可爱。她到那个场合很高兴嘛，妈妈叫她照一张相。对，真的这个非常高兴情况下，被后面这样子一肘挤过来，把她打飞到哪里啊？实在是看得有点人神共愤啊。对，那其实日本这个社会排外是非常有传统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那这个日本在1923年曾经有一次东京大地震。那是非常规模大的一个地震，那立刻死了好多10万人还多少，非常大一个地震。结果这个地震发生以后，就产生一个谣言，他说很多在日本的朝鲜人啊，他们在水里面投毒，而且他们还在放火，还在打劫，所以呢就造成民间的一个对朝鲜人的一个仇视，就由民间很多这些团体啊，对，就开始在街上就屠杀朝鲜人，一共杀掉了6到7千人，而且这个事件杀到最后呢，一些中国大陆当时的留学生在日本的这些中国人啊，也被波及，也被杀了700个人。所以这件事情呢发生以后，日本政府一直不愿意承认，而且这件案子后来在日本的司法追诉的时候啊，都是轻描淡写。可是这一件事情在1923年是东京一件真的是一个非常残忍的街头屠杀案。对，那这个在讲到这个在鹿儿岛啊这个居酒屋，其实鹿儿岛那个地方是在九州啊，它那个地方跟这个中国大陆历史上接触是最多的。那也会出现这个在门口贴一个中国允许居住商店，可见在日本已经蛮严重的，因为前2年在东京就已经有了。